大家好，我是喷嚏叔，今天要来大家谈一谈280毫米榴弹炮，以及透过 ChatGPT 的帮忙来设计一款280毫米榴弹炮，并了解其可靠性、安全性。我们知道，280毫米榴弹炮是一款由克虏伯公司设计、日本大阪炮兵工厂生产的重型榴弹炮，炮身管长10倍镜。该炮在日俄战争中屡胜围攻战中，尤其是攻取203高地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此震惊国际社会，并且对此武器刮目相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亦曾由日军使用。280毫米榴弹炮是由德国克虏伯公司设计，不过实际制造是由日本的大阪炮兵工厂完成。这种榴弹炮最初用于海岸守卫，发射的炮弹重达217公斤，最大射程7.8公里。日俄战争期间，乃木希典的第3军9攻旅顺要塞不下，伤亡惨重。日本军部要求有本成章，将本式海岸防卫炮的280毫米的榴弹炮进行了改造，并将之运到旅顺前线，先后共计有18门280毫米榴弹炮运抵前线。在战役的后半阶段，尤其是攻取203高地的战斗中，280毫米的榴弹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整个旅顺围攻战中，280毫米的榴弹炮一共发射了16949枚炮弹。旅顺攻陷后，280毫米榴弹炮应用于奉天会战等战役中。接下来，请看我与 ChatGPT 的对话。你是一位资深的武器设计专家，请帮我设计一款280毫米的榴弹炮，可以360度回转，最大射击仰角75度，最大射击俯角10度。谢谢。ChatGPT 作为一位 AI 语言模型，我可以帮助你设计一款符合你需求的榴弹炮。根据你的要求，这款榴弹炮将拥有以下特点：口径280毫米，旋转能力360度，最大射击仰角75度，最大射击俯角10度。基于这些要求，以下是一个可能的榴弹炮设计方案：一、炮身和底座，选择足够坚固和轻量的材料来制造炮身和底座，例如高强度钢或合金，确保炮身和底座的稳固性和耐久性，以承受榴弹发射时的冲击和重力负载。二、旋转系统，安装一个全方位旋转系统，使炮身能够在水平面上进行360度的旋转，这将提供更大的射击范围和更灵活的目标选择。三、射击仰角和俯角，设计一个可调节的仰角和俯角机制，使炮管能够在最大射击仰角75度和最大射击俯角10度之间进行调整，这将允许炮手在不同的目标高度上进行精确射击。四、瞄准系统，配备精确的瞄准系统，包括光学瞄准器和测距仪，以帮助炮手准确瞄准目标，这将提高射击的准确性和命中率。五、自动装填系统，可选考虑添加自动装填系统，以提高射速和操作效率，这将减少人工装填所需的时间，使榴弹炮更具战斗力。请注意，这只是一个基本的概念设计，实际的榴弹炮设计还需要更多的工程和技术详细信息，以确保其功能和安全性。此外，还需要考虑弹药的选择、榴弹炮的重量和移动性等因素。ChatGPT， 如果你对这个设计有任何特殊要求或进一步的想法，请随时告诉我，我将竭尽所能为你提供更多的帮助。以下是一些进阶功能和考虑因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进一步优化榴弹炮的设计。射程和弹重，确定你期望的最大射程以及不同弹重的选择。榴弹炮的射程可以透过改变炮弹出速度和弹道特性来调整，例如高爆弹、烟雾弹、反装甲弹等。精确度和射击控制，考虑添加射击控制系统，例如惯性导航系统和风速补偿装置，以提高射击精度和命中率。防护和生存性，增加榴弹炮的防护能力。
例如加装装甲板或采用隐身技术，以提高其生存性和在战场上的持久力。效能和维护，考虑榴弹炮的效能和维护需求，例如易于操作的控制界面、快速拆装系统、自动清洁系统等，以降低使用和维护的复杂度。今天的影片要跟大家介绍台湾炮台中唯一一座280毫米的榴弹炮——基隆杠子寮炮台，是台湾基隆5大炮台之首。杠子寮炮台为日本时代所兴建的新式炮台之一。杠子寮炮台于明治34年（1901年5月）开始施工，明治36年（1903年9月）竣工。炮台的指挥部则于明治36年（1903年4月）开始备炮，明治39年（1906年3月）完成。员额编制为180名，为监控八斗子海面的要塞。杠子寮炮台位于今天海洋大学后方山丘之上，地势居高临下。由于位置所在正是位于八尺门港和八斗子渔港之间的高地，因此炮台所肩负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识别、控制整个八斗子海面敌军的一举一动。杠子寮炮台是目前基隆最大且最完整的炮台，配置分3层，最下层为营盘区，指挥部所在，中间为营房、弹药库、坑道，最顶层为炮座区，有6个炮座，下方有深入山壁的营房。从这张图可以看出，杠子寮炮台在右侧，100米用炮台在左侧，互为基隆港的犄角，捍卫外港之安全，与南方的2沙湾炮台形成铁三角，捍卫基隆港的安全。从这张图可以看出来，坚守卫舍后期为将校官舍、大兵舍、小兵舍、厕所、马厩、大门门柱等。兵舍区屋面架构应属于铁式架构，配亚铅浪板及日本陶瓦双层屋面，以防止油毛毡过热融化问题。主要墙面为英式的水平砌法之清水砖叠砌，灰缝在 0.5 到 0.7 上下。指挥所交谊厅红砖表面呈黑色光泽，即是施釉之面砖，其质地良好坚硬，是明治期间普通的用材。马厩，日本时代基隆要塞司令官骑马至杠子寮炮台履行视察任务。从兵舍遗迹之床架柱础与四周的床基墩座可以知道，当时日军为解决基隆多雨潮湿气候问题，兵舍均取高床铺设计，更设置火坑，以抵御杠子寮3间湿冷的天候。这是厕所，当时蹲式的变坑洞、储存所、储水所。从杠子寮炮台处处可以见安山岩这个墙体顶部统一打造的低水压岩石块开始，到环绕杠子寮炮台之营舍，所有串联之炮台、兵舍、营房四周全走炮盘区、观测所，均可以发现以黄色砂岩打造的集水沟原石，都是为了将水注入杠子寮炮台。库房区，库房区又称火攻作业区，除了兵舍屋面构造相仿之一般的军房之外，也包含了洞窟炮具库房。洞窟炮具屋顶为混凝土接拱构造，壁体为安山岩砌法，砌体采一皮钉切一皮顺切，上下交错之切法。左右的建筑物分为4部分：炮具库、弹场、弹药调制所、炸药填实所。左边是被服场，二战后放置被服杂物，原始用途未知。
这个有墙壁的建筑叫做炮具库，再往右边是弹场，再来就是装药调制所，最后是炸弹填实所。这整个建筑物有40公尺长，就是炮弹的加工组装工厂、火攻作业区、火药之库。火攻作业区最重要的一个建筑，存放火药的原料，墙壁特别厚，约有1.5米左右，上面的混凝土也有1.5米厚，以防止炮击。对面还有2个坑道，这个坑道盟军来轰炸时还可以躲空袭。3. 炮座区，杠子寮炮台于明治37年1903年9月竣工，明治39年1906年3月备炮完成，共设置6门280毫米榴弹炮。榴弹炮座为1炮座2门榴弹炮为单位，故3炮座配6门榴弹炮才一字排开。每一炮座530公分，长，深60公分。圆形的混凝土，炮座前置胸墙，外表以坚硬的安山岩堆砌，内层则改予以加工之砂岩。胸墙之上再叠以斜坡土石，总高5公尺，构成半地下室之暗炮座形式。弹药库，弹药库本身结构为混凝土半圆形拱顶构造，平面尾端为一半球形圆体构造，主要为球体弹性及防水性。设计上特别采用圆形拱顶搭配半球形尾端收尾之结构，为的是受到拱顶之墙体一次浇筑，避免产生施工缝，产生护体之安全性。9速加平射炮座，杠子寮炮台所属是轻炮钢铜制9厘米速射加农炮，简称9速加之炮座，为日俄战争结束后于明治38年1905年才正式完成的平射加农炮座。4. 观测区，发电机库房与探照灯库房，在山顶可以看见2座空荡荡的野战防空型长方形碉堡及当时的发电机库房与探照灯库房。于探照灯库房前方铺设有2道水泥的轨道，方便晚上将探照灯拖出向海域上制高点，用于海面之照明。这是圆形观测台，右边为圆形观测台之原貌，左边为现况。这是280毫米的榴弹炮，由德国克虏伯公司设计，大阪军火厂制造。日制的280毫米榴弹炮弹重217公斤，填装20公斤的火药，有效射程为7.8公里。这门280毫米的榴弹炮在日俄战争中的旅顺围攻战中，尤其是攻取203炮地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此震惊国际社会，对此武器刮目相看。这就是制胜的秘密武器。好了，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喷嚏叔欢迎你的留言、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订阅，期待在下一次影片与你相见。